现年79岁的老戏骨劳勃·迪尼洛身价高达5亿美元，但年近古稀却仍要拼命工作。他的离婚律师近日透露，即便是疫情期间，迪尼洛仍要每周工作6天，每天工作时长甚至长达12个小时。律师还提到，之所以拼命至此，是因为迪尼洛需要支付给前妻高昂的赡养费。对此，女方律师也不是吃素的，他回应道，如果迪尼洛穷困潦倒，为什么吃个早餐还要特地包机飞去康州享用？所以这位资深男星到底有钱没钱？这里是 Bookie 岛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劳勃·迪尼洛的故事。迪尼洛有2段婚姻，第一段婚姻是和女演员戴安娜·阿伯特，他们相守了12年，最后于1988年离婚。由于这段婚姻故事实在没有什么报道，所以我们重点说第2段。他的第2妻子叫格雷斯·海托华，来自密西西比，出身贫寒，从小靠打工养活自己和家人。因为喜欢旅行，他当过环球航空的空乘，先后在巴黎和伦敦定居，还做过基金交易员和餐馆服务员。1987年，他在伦敦的一家高档中餐馆工作时，遇到了比自己年长12岁的迪尼洛。从此，两人的命运被交缠在一起。之后，他开始和迪尼洛约会，并在1997年结婚。婚后2个人的事业都稳定发展，而妻子也因为丈夫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曝光率，并从原来的底层员工慢慢晋升到了慈善家。据悉，她现如今是纽约妇女基金会和纽约公立学校基金的董事会成员。作为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她多次受到机构表彰，其中包括美国癌症协会。非洲裔的她还于2013年创办了个人的咖啡品牌，旨在通过在国际上推广卢旺达咖啡来改善当地人的生活。此外，他还尝试当演员和歌手，并作为配角在2009年的电影《真爱人生》中幸运出镜。同时，他是电影原声歌曲的主唱，以及2011年他作为座上宾还出席了国际超模纳欧米·坎贝尔的慈善活动，和奥斯卡影后珍·芳达一起走秀。能得此殊荣，他的地位足以可见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通过以上宣传，他拥有了1600万美元的身家。但好的地位不代表婚姻美满。结婚2年后，他们首次闹离婚。海托华直指丈夫是滥用药物并婚内出轨，而对方则表示他的脾气反复无常，对家庭和孩子都是隐患。但故事的走向谁也没想到，迪尼洛在2013年患上前列腺癌后一直力不从心。万幸的是，他最后痊愈。不过病好了的同时，也让他看开很多事情。因此，他在次年和妻子复合，两人还为此重新读了一遍结婚誓言。但复合不是没有条件的。据当时的新闻报道，这一次他们签订了婚前协议，而协议指出，如果两人日后离婚，男方必须支付50万美元的现金，每年100万美元的赡养费，以及购买一套价值600万美元的公寓给女方。至于曼哈顿那套价值2000万美元的公寓，他则需要出售，并将收益对半分。2018年，两人再次闹掰， Page Six 的新闻网站率先报道出两人感情破裂的消息。1个月后，迪尼洛正式递交离婚申请。至于这次的离婚原因，并没有官方回应，但据小道消息传，是因为两人政治理念不合，一个支持川普，一个支持另一个政坛人物，于是就这么开启了撕逼大战。但不回应离婚原因，不代表对离婚事件沉默不语。迪尼洛事后通过人物杂志表示，他和妻子育有2个可爱的孩子，妻子也是个很伟大的母亲，所以不要因为离婚对他过度议论，一切事情他们两人私下解决就好。而这个时候，当年的婚前协议也被翻出来，房子、赡养费以及现金都听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但女方仍然不满足于此，她说自己在这段婚姻中付出不少，所以离婚之后，她应该把她财产的1半都给他。为此，她还连发6张传票，要求法官彻查前夫的财务记录。对此，男方的律师交出账单，他对法官表示，迪尼洛自从2004年以来，参与35个商业投资和出演38部电影，赚得3亿美元。但女方的律师认为，
对方在财产上少报了很多，因为迪尼洛还有一个拥有88间房的酒店，一家高档餐厅的股份，一个烧烤店和一家制片公司的股份，而这全部加起来，他的个人资产则高达5亿。所以要分的话，前妻海拓华应得 2.5 亿。女方律师还指出，除了前面那些以外，他还没有算上迪尼洛在纽约的房产收益，言下之意就是我已经算便宜你的了。被追着要钱的滋味当然不好受，所以在2019年4月离开法庭时，迪尼洛一改往日谦和状态，在镜头面前说了一句脏话，接着便快速上车离开。但即便如此，离婚官司还得打，因此便有了视频开头一幕。迪尼洛的代表律师拿疫情当说辞，希望被法院轻判。律师告诉法官，他当事人拥有的酒店因为疫情已经关闭了好几个月，几乎没有收入。至于高档餐厅，也在2个月内一共亏损487万美元。为此，迪尼洛甚至不得不向商业伙伴借钱。律师说道，对迪尼洛来说，如果能在今年赚到750万美元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说完商业情况后，他便打了一出感情牌。他说，迪尼洛实在可怜，年纪大到这个地步，还要一周工作6天，一天12个小时。可即便如此，还是付不起前妻的赡养费和其他账单，所以对方真的很过分。对此，女方律师也有备而来，他指出这位男星不仅在过去数年不断投钱用来装修他的豪宅，而且每周日都要搭乘私人飞机飞去康涅狄格州享用早午餐，而且就算没有直升机可坐，他也坚持买1500万美元的头等舱，享受最好的待遇。另外，他在2019年的夏季花了45万美元又租了一套豪宅，用于他的度假生活。而除去这些，他在感恩节里还花了15万美元享受生活，并在子女的开销上甚至达到了100万美元。所以这种种迹象都说明他根本不穷。既然说到花钱，那男方律师自然坐不住。他指出，迪尼洛的前妻比自己的当事人还会花，哪怕是在精品店逛一下，120万美元也会分分钟烟消云散。所以迪尼洛显然不能对此纵容，让他更加享受。总之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而这桩离婚官司也远远没有结束的意思。但对于这两人，法官却表示他已经厌倦了。他说，无论是迪尼洛先生还是海拓华女士，他们都比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人要富有，所以完全没必要哭穷，快点离婚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暂且不论谁对谁错，但就说能积累到如此巨大的一笔财富，迪尼洛确实比别人经历了不少。1953年，10岁的迪尼洛有了第一次舞台演出的经验，参演的是舞台剧《绿野仙踪》，他则饰演其中胆小如鼠的狮子。1960年，一趟去往加利福尼亚的旅行让他决定弃学从艺，于是他开始白天在斯特拉表演工作室学习，晚上自学高中课程。同年，他到巴黎参加了一家英语剧团的演出，期间因为一部戏剧的巡回演出，他获得了他的第一份收入，并从此开始了长达15年的巡回演出生涯。1968年，他出演了一部喜剧电影《帅气逃兵》，饰演想尽一切办法逃避上越南战场的士兵，从此开始了他的大荧幕之旅。接着他主演了犯罪电影《残酷大街》，片中他扮演在纽约意大利街区中生活的小流氓，为了出人头地，他会不择手段的打劫害人，凭此角色他获得了纽约影评家协会的最佳男主角奖。与此同时，他被大导演法兰西斯科波拉看中，得以出演被誉为最伟大的电影《教父》的续集。而他惟妙惟肖、身形兼备的反派演技也让他成功火遍全球。有人称是迪尼洛让我相信年轻版的教父就长这样。借此他获得了第4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，从此平步青云。其后他出演了电影《计程车司机》，片中他饰演了历经周折的出租车司机，而他爆发式的演技也让他首次被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。之后他更加努力拍戏，并继续作为主角在电影《蛮牛》中出镜。为了拍摄这部影片，
他与拳王杰克·拉莫塔学习1年拳击，为了演好晚年的拳王，他不惜自毁形象，在40天内增重60磅，让人震惊。最终他凭借拍案叫绝的精彩表演再度封神，为自己赢得了第5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。即使影帝，自然不愁片约，往后的人生里他几乎每年都有戏在拍，直至现在他依然活跃在大荧幕上。虽然不可排除是为赚赡养费而辛勤劳作，但从业多年，他的烂片屈指可数，并给人们带来一个又一个传奇的角色，而传奇至此也大可安心退位。所以正如前面那位法官所说，影帝赶紧离婚，安享晚年便好。他心力衰竭和呼吸系统疾病。然而就在最近，几乎是利奥塔死因公布的同一天，好家伙，另一名主演79岁的奥斯卡影帝罗伯特·德尼罗却爆出了令世界震惊的好消息，他的第7个孩子出生了。新生儿降生的讯息距离德尼罗80大寿仅有3个月，一时间网友的三观都碎了。耄耋老人还在生娃图什么？他竟然还能生出来，孩子的妈是谁？他活得到孩子上小学吗？有这样的疑问是完全合理的。要知道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比德尼罗的长女小51岁，德尼罗小儿子的年龄甚至都足够当这个娃的爹了。7个孩子4个妈，新生儿为德尼罗家这个好莱坞最混乱家族又添了一笔新账。喜欢看电影的人应该都很熟悉德尼罗了，他作为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御用演员，出演的《教父2》、愤怒的公牛、出租车司机都是影史经典。近年来他在奥斯卡提名作品《爱尔兰人》中的演出也大获好评，他的戏路很广，无论是喜剧《拜见岳父大人》、乌云背后的幸福线，还是歌舞片《纽约纽约》，表现都令人印象深刻。在演技这里，德尼罗可以说是无可指摘的，但谈到私人生活，那就乱成一锅粥了。罗伯特新生儿的消息是他自己走漏的。他接受采访，记者问他当6个孩子的父亲有什么感悟吗？他纠正记者，不是6个，是7个。我刚生了个孩子。风轻云淡地宣布了爆炸性新闻，让记者震惊地结巴了好一阵。79岁德尼罗第7次当爹的新闻爆出后，人们对这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猜测不断。不久后，德尼罗主动给媒体提供了小女儿的照片，宣布这个4月6日出生的体重8磅6盎司的女儿名叫 Gia Virginia Chen De Niro， 是个有华裔血统的小孩。这么一看，母亲的身份也就真相大白了。今年3月，就有狗仔拍到德尼罗的女友蒂芙尼陈身体发福，像是怀孕的样子。上周又有人拍到陈抱着新生儿在纽约散步。陈是德尼罗最新一任女友，两人在德尼罗与前妻打离婚官司期间认识。2015年，陈作为武术指导参与了德尼罗主演的喜剧电影《实习生》，两人因此相识。2021年，两人首次爆出恋情，经常被拍到一起度假、共进晚餐和秀恩爱的照片。然而德尼罗从未承认过这个女友，直到妻娃Gia出生，才算是侧面坐实了陈与德尼罗的稳定关系。陈的来头还不小，出身功夫世家，他的父亲是陈志成，出生在温州，后从台湾省移居美国。年轻时，陈志成拜于正子太极拳创始人郑曼青门下，学习杨氏太极，后成为太极拳大师，在美国开武馆。陈从小跟随父亲练武，斩获了数十枚武术金牌和世界冠军头衔。26岁时，他还曾被武术杂志评选为年度最佳选手，现在的工作是武术指导。虽然陈的具体年龄不可考，但根据他参加比赛的时间推断，他现在应该在45岁左右，生孩子的时候也是高龄产妇了。他与德尼罗有将近35岁的年龄差，陈的父亲今年88岁，快80岁的德尼罗管岳父叫哥更合适。当记者问他对于女儿出生的感受，德尼罗只是平淡的回答，我对此没意见，我感觉不错。似乎也并没有对这个孩子有多少期待，毕竟他的钱已经不太够花了。一些媒体把德尼罗特别热衷于生孩子归结于他的意大利血统，说他向往传统的意大利大家庭，另一些归结于他喜欢处处留情的性格。那么我们就来捋一捋他的家庭有多大多复杂。德尼罗的7个孩子出生在6个不同的年代，其中一个儿子有个比自己还大20多岁的侄子。顺便说一句，德尼罗对黑人女性有执念，
除了新生女儿之外的所有孩子都是黑白混血。1976年，德尼罗与在出租车司机中认识的女演员戴安妮·阿伯特结婚。同年，他收养了阿伯特和前男友生下的女儿德瑞娜。德瑞娜今年51岁，是演员和制片人，参演过《一个明星的诞生》《实习生》等电影，基本上是要靠父亲的名号吃饭的星二代。与第一任妻子结婚几个月后，第一任妻子生下了德尼罗的大儿子拉斐尔。拉斐尔在长相上几乎100%复制了父亲，但是他志不在演艺圈，现在是纽约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，经常负责接待明星。德尼罗从长子长女这里又得到了4个孙辈，他对养女还是挺好的，直到现在也还在给他喂资源，带他出席活动。1988年，德尼罗和第一任妻子离婚，与黑人模特和女演员 Toukie Smith 约会，两人在交往期间一直对两人的关系避而不谈。不过这不耽误生孩子。1995年，他们偷偷代孕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。德尼罗和 Smith 直到分手都没有结婚。1997年，德尼罗与女演员格雷斯·海托尔结婚，两人在伦敦的一家餐厅相识。当时德尼罗沾花惹草，吸毒犯法的新闻满天飞，结婚并没有让他的形象变得更好。两人于1998年生下了儿子艾利欧特。德尼罗当时已经55岁了。有一种说法称，父亲生育年龄过大可能更容易导致孩子有自闭症，而可怜的艾利欧特正是如此。德尼罗与第二任妻子的关系非常动荡，两人2001年试图离婚。妻子指责德尼罗毒瘾太重，无法照看孩子，德尼罗则回击称妻子家暴了他。后来两人尝试和好，重新在一起生活。可能是为了修复关系，两人于2012年通过代孕生下了女儿海伦。这时德尼罗已经69岁了，妻子也57岁了。德尼罗曾坦言他和这个女儿的相处并不顺利，有时候会吵架争执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代沟。生下海伦没几年，德尼罗和第二任妻子的关系彻底破裂，他们的2个孩子也被卷入了激烈的离婚官司中。人们当时觉得德尼罗这么大岁数了，应该已经受够了一地鸡毛的婚姻和艰难的亲子关系了吧，所以媒体公认海伦会是德尼罗最后的小孩。只能说大家还是把他想得保守了。所以当第7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大家都无语了。德尼罗一口咬定这个孩子的出生是他计划好的，曾对于孩子的出生欣喜若狂，却完全没有提到貌似生孩子的妈妈的情况。有不少网友质疑他们这个年纪还要生孩子，既不负责又自私。你们没有想过小孩很小的时候就失去父母有多可怜吗？一个45，一个79，照顾自己都越来越困难，又拿什么照顾孩子呢？德尼罗童年因为肤色太白，在意大利聚居区被当成异类，可能是因此才执着找深肤色伴侣的。当我决定把孩子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时，我希望我能全力参与他们走向成年的路。你79岁了，不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，真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。你能生并不代表你该生，望周知，这太恶心和可悲了。这个孩子在10岁之前就失去父亲的几率极高，60多岁生孩子时已经很难了，79岁再生只能说是个自私和不负责任的决定。作为父母，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还能陪孩子多久，你为什么还故意缩短这个时间呢？有一个网友表示，德尼罗这件事让我觉得反胃，我以后再也不看他的电影了，认同请转发。这条推特获得了 6.6 万点赞， 1.2 万转发，可见网友对于这件事的态度。德尼罗到底能不能看到女儿上小学不一定，但小女儿的出生让德尼罗一家的遗产分配变得更加艰难了。德尼罗虽然拥有5亿美元的身价，但他是出了名的花钱大手大脚，他的第二任妻子就曾指责过他生活奢侈无度，更不用说以前吸毒的花销得多大。媒体报道称，德尼罗之所以80岁了还在猛接电影，而且接了很多烂片，并不是因为他多喜欢表演，主要是因为家里钱不够用，让他不能安心退休。即使是这样，也要把7娃生出来，那他也只能承受这份甜蜜的负担了。